庄老板，咱们的货物已经顺利运达，为何您却心事重重的？哎，陈兄弟，你知道我为何将其他人支开，只带你一人来此处吗？因为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。哦，是谁？此人乃大冢仔身边的红人，说话很有分量，日后你难免要与他打交道。庄老板，我们不是帮官府做事吗？为何要和大冢仔的人打交道？很快你就明白了。陈兄弟，我是看在你曾救我一命的份上，才如此信任你，也想重用你。咱们以后有钱一起挣。多谢钟老板抬举。走吧，请。哎，钟老板，哎呀，我这伤口又流血了。如此狼狈，见他也不妥，你还是赶紧找个大夫包扎一下吧。是，去吧。赵先生，买卖已经办妥了，钱很快便能送到您府上。钟老板，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不是，小的身体不好。你知道的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只有如此，才能保证你们对大冢仔的忠心啊！是。钟老板，钟老板，钟老板，我再敬您。多谢您对我的信任。你说，咱们这样的出生入死容易吗？赚的都是血汗钱。他宇文护倒好，逼着我们替他卖命，自己却坐享其成，贪得无厌。是啊，钟老板，这为何要给宇文护送钱？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买卖？你还是不知道江湖险恶呀。他宇文护上下勾结，中饱私囊，逼我们给他铸劣钱。那真金白银是大把大把的进了他的口袋啊。钟老板，这可是要杀头的罪呀！你怎么敢帮他做？你以为我想啊？那姓赵的给我们下蛊，还拿我一家老小的性命相威胁，我不敢不从啊！徐大哥，这是独孤公子的飞鸽传书。你即刻赶往百草谷，找方裘大师，请他尽快赶往齐州，与独孤公子会好。是，徐大哥。徐大哥，徐大哥，找我们来有何事？快请坐。经我们调查发现，各州郡官员大多资产丰厚，偷建私库者有之，广置地产者有之，奢靡无度、斗富成风的也不少。我们现在已经增派人手，加快调查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贪官。这样的世道，这些人还如此贪婪，真是如嗜血的恶鬼。徐大哥，我们一定要追查到底，不论多难，都要让这些贪腐之人受到惩处，
让百姓脱离困苦和欺压。正因世道太乱，这些人才会及时行乐，肆无忌惮的敛财。人的欲望是无穷的，没有制约又谈何底线？或许是我大周律法太过松弛，才让这些人有机可乘。而且这些官员看似各为其主，但多为宇文护的党羽。若能趁此机会严惩贪官，不仅能打击宇文护一党，更能震慑四方，警戒所有官员。还有，正如伽罗上次所言，官员借大兴土木之时敛财已成常态。我会向天王一一禀报的。看来这次势必会掀起一场大风浪。如此，我跟伽罗便先回去复命了。你在门外等我片刻，我有话跟徐大哥说。好。徐大哥，我想找你借钱。这自然没问题啊。你都不问明细便说没问题，我借的数目可不小。你借多少都无妨，只是你为何借钱？莫非是遇到了什么事？是王后想重启命妇会，叫百姓缴械技艺谋生，可天王不愿意支持王后，还出难题说，若我们能自谋销路，便答应我们。徐大哥，你交友甚广，定能帮我们的，对吗？当然。我打算先出一批布销往他国，等事成之后，天王便无话可说了。只是这做布的钱只能找你借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的布品精美绝伦，到时候定会供不应求，必能及时还钱给你。这笔钱不必相还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咱们要么不做，要做咱就做大的，先把染坊开起来。啊，直接开染坊？徐大哥，你做买卖都如此托大吗？我信人，人比钱重要。更何况你不是说要造福大周百姓吗？我徐某人当义不容辞。真是太好了，那伽罗就多谢徐大哥了。我先走了，告辞。应该快了，来过来了。对呀，应该快了。杨夫人来了。杨夫人来了。杨夫人来了。杨夫人，你给我们讲几句吧。是啊，讲几句吧。诸位，今日我们开这个染坊，是想让大家多一条谋生之路，在这里多劳多得，做得好便有奖赏。而且我们的布料将售给他国贵族，所以希望诸位尽心尽力，做出最精湛的工艺。大家可有信心？有。那开工吧。好，开工，走，开工了。小心！王后伤势如何？幸好救治及时，王后并无性命之忧，只是头部有淤伤，又受了惊吓，所以才昏迷不醒。臣即刻去开药，化除淤血，王后便无大碍了。赶紧去吧。是。天王，都是伽罗之过，是伽罗将王后带出宫，却没有照顾好她。
请天王赐罪。若他不想去，你如何能带走他？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怨不得别人。把伽罗扶起来吧。起来吧。谢天王。后宫禁地，宇文公子请止步。你给我让开！我来看望王后，你竟然敢拦我！这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参见天王。免礼。天王，您可要为王后做主啊！定要将独孤伽罗这个恶妇抓起来问罪。伽罗犯了哪条律法？你凭何抓他？独孤伽罗居心叵测，故意引王后去危险之地，且遭遇不测，这还不是大罪吗？王后受伤是意外，与伽罗有何关系？你在场之人皆可作证。你这是包庇！行了，都给朕住口！王后受伤未醒，如此吵闹，成何体统？请天王恕罪，王后是我父亲的外甥女，臣只想为王后讨个公道，所以一时心急，失仪了。你的心情朕能理解，但此事却与伽罗无关。你先回去吧，朕会好生照顾王后，你无需担心。天王，这是阴谋，王后受伤都是独孤伽罗一手策划的阴谋。表哥，不关伽罗姐姐的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与她无关啊。王后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带你出去的。姐姐，你别这样想，我没事，去那里我很开心。既然连王后都说了，此事与伽罗无关，你也不必多言了，赶紧退下。臣告退。既然受了伤，就安心静养，私自出宫之事可既往不咎，但下不为例。天王，臣妾无碍，求您继续允许我教百姓缴械，我保证不会再发生今日之事，再也不会让天王担心了。你是大冢宰举荐的王后，若你有个三长两短，会牵连诸多。正如你刚才所见，那便立字为证。出宫后，一切后果我自行承担，不管遇到何事，皆与他人无关。等你痊愈后再说吧。天王，姐姐，天王，他心里根本就不关心我的安危，他只怕义父会问罪于他。并非如此，天王外冷内热，京城所至，今时未开，你要有信心。公子，气死了！哎，那个云禅就是个吃里扒外的蠢货，他受了伤，我进宫去给他讨公道，没想到那蠢货居然和独孤伽罗串通一气，白白浪费一个大好机会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公子何必为了这种事生气呢？那独孤伽罗让他多活几日，不要因为他扰了公子的兴致啊！他一再和我晋国公府作对，我就是出不了这口气。现在可好，连云禅都被他给蛊惑了，连我的话他都敢不听了。公子莫气，那皇后心性简单，难免受人摆布啊。棋子就是棋子，不听话，要他有何用？那独孤伽罗有意接近王后，必然有他的目的。公子不妨稍安勿躁，静观其变。不行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收拾不了一个女人。公子使不得，大冢宰有令，现在还不到与杨家撕破脸的时候。公子若要动他，必先征得大冢宰的同意才行，以免坏了大冢宰的大计呀。公子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消消气。此次我们在齐州的买卖可是大赚了一笔呀！哦，干得好！公子，赵先生，赵先生，您回来的正好。下官有要事禀报，大冢宰不在长安，下官等人真是势单力薄呀，奏请益州建庙一事已被天王驳回，并且严令禁止大州各州郡大兴土木啊！什么？天王这是要夺权呢？他敢？哦，不，
你现在即刻给大冢仔传信，快去！下官明白。公子，我们得有所防范的。天王停止一切大兴土木之事，趁我不在，他竟用王权逞能立威，这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果真要称大王了。大冢仔，那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必须速战速决。我们离开长安越久，越容易给他人时间和机会。末将明白。告诉他们，丁金宇文玉一有异常，立即来报。是。与你安插在徐知信身边的细作联络，让他尽快打探出齐军的作战部署，越快越好。是。高大哥，过来。杨坚啊，杨坚，拦截飞鸽传书，贻误军情，那是死罪。这要是被别人发现了，谁都救不了你。高大哥，我截获的并不是传送军情的书信，那是什么？是宇文护与长安党羽联络的私信。私信？这是为何？这段是趁宇文护远离长安之际，伽罗跟鲁国公正在调查宇文护及其党羽贪赃枉法的罪证，而我则跟随大军，秘密监视宇文护及其党羽的联络，暗中给伽罗他们报信。你小子瞒得可够严的！我告诉你啊，这等大事，我高炯岂能置身事外？高大哥，哎，杨坚，以后有事一定要来找我，我可以帮忙对付宇文护。怎么说，我也比你更容易接近他，且不易被怀疑。哎呀，真是，哎，瑟瑟的。对呀。诸位，染坊暂时不能继续经营下去了。不能经营？为什么？实在抱歉。姐姐，这件事情怨不得你。王后在这里受伤，染坊要关闭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你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没有对不起我们，是我们应该感谢你。唉，好不容易有个盼头，才这么几天就……是我没有考虑周全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姐姐，这并非你的错。你跟王后教会了我们这些，让我们有了一技之长。即使你跟王后都不在这里，我们也会坚持下去。为了你们，更为了我们自己。杨夫人和王后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，若是我们就这样半途而废，岂不是枉费了他们的一片苦心？我们有手有脚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，对吗？对，是不是？我们行，我们可以的。对，是，我们可以的，我们可以。是啊，杨夫人，是啊，我们拆了做吧。杨夫人，请你不要关闭染坊，让我们坚持下去。
是啊，杨夫人，对呀，杨夫人，杨夫人，别光推人好了，相信我们一定做好的，杨夫人，做好的。哎，下雨了！大家看呐，老天爷都被我们感动了，我们一定要坚持。对，是啊，对呀，是啊，杨夫人，我们能做到的，对，我们可以的，一定得坚持。行的。大家都是凡尘俗世中的女人，但只要有志气，有骨气，女人同样可以靠自己活得体面有尊严，无需向任何权势低头。我们越是惧怕，反倒被打压得越惨。我们什么都不怕，就无人敢仗势欺人。对，染房不能关，一定要继续下去。你们做得到吗？能做到，对，有信心吗？有。杨夫人，相信我们，我们能做到的。将军，属下愿意承担传送情报的任务。好。还有，齐军驻扎在落雁山之下，他们凭借地形之力，固守不出。想要探得齐军的军情和整个落雁山的全貌，属下认为，登上此地的最高峰鬼崖乃是最快最好的选择。鬼崖？素闻这个鬼崖高耸入云，如同绝境，峰体又细又直，极其不易攀爬。而且这周边还有齐军驻扎，要想越过齐军的营盘爬上去，实属不易，实在太危险了。正因为太危险，所以齐军必定料想不到我军敢轻易攀登鬼崖。属下愿意前往，请将军准许。将军，在这鬼崖之上，视野辽阔，对于全盘探查齐军的部署大有帮助，而且探得的情报也会更加准确。可若是不顺利，岂不打草惊蛇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打仗嘛，本来就是险中求胜。哼，说大话谁不会？反正无人上去过，谁知道鬼崖上是何情况？据我所知，我军从前与齐军交手之时，曾有斥候攀上过鬼崖。既然前人可以做到，我相信我们一样可以。好，勇气可嘉，但需确保安全。你们可先从别处进行刺探，若实在不行，再上鬼崖。是。哎呀，哎，兄弟们，从这儿上去吧。这种天气，爬这样陡峭的悬崖，太过危险了。难道为了任务，就要置兄弟们的生死于不顾吗？对呀，既然参军，哪个任务不危险？我们既然身为斥候，便要职责在身，应以大局为重，怎能贪生怕死呢？况且我们好不容易突破了齐军的营盘，来到这里，轻言放弃，岂不太可惜了？也不急在这一时啊！我看，不如等明日雨停了，我们再来。那你们是否知道，正是因为有这雨做掩护，敌人才不易发觉我们的行踪，必须立刻上去。此刻是最好的时机。你们若不愿上，好，我一个人上，你们留在此处等我。
他这是不要命了吧？啊！怎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啊？他说：“大嫂，你先回房，我在厨房啊，给你熬姜汤。哎，小心啊！”大郎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，我会在家等着你。老天爷，一定要保佑伽罗和孩子平安，也要保佑我能平安的回去与他们相见。我一定要活着回去见你们。大嫂，贾洛，你没事吧？大嫂，你可吓死阿爽了，你没事吧？阿爽，我没事。大嫂，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父亲，我梦见大郎了，可有大郎的消息吗？没有。不过此时没有消息，也算是好消息了吧？贾洛，这只是个梦罢了，别想太多啊。贾洛，为了大郎，你也该好好保重，特别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。幸亏这次没出什么差池啊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你让为父如何向大郎交代呢？朝堂的事，既非你能力所及，你就在家安心养胎，如何呀？是，让父亲担心了。伽罗，我知道你一向生性倔强，自有主见。若是你心里认准的事情，即便嘴上不说，心里也自会有想法。但是，此事啊，非同小可。你若是再不以身体为重，就莫怪父亲严厉，我可不会再纵容你了。是，伽罗谨遵父亲教诲，让父亲担心了。您放心，就算不为我自己，也要为我肚子里的孩子着想。高将军，我们回来了。落雁山情况如何？这落雁山虽看似险恶，但是其中一侧坡度渐缓，至山脚处已绵延成平原，平原上大小山丘错落有致，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。齐军以此为掩护，驻扎其中。这是我攀上鬼崖后描绘的齐军驻扎的地形图，将军请看。哼，这果然是齐军惯用的布防手法。可是他们早已占了先机，此处易守难攻，一举拿下并非易事。通过齐军此处的造数，还有营帐数来推算的话，大军人数至少有5万，与我军实力相当。我怀疑他们之前只是派了部分兵马试探我军的实力。将军，虽然说落雁山的一侧坡度渐缓，但那侧树多，易遭伏击。不过我发现，在山脚下有一处小径，若走此径，危险将大幅降低，只是会耗时更久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诸位都辛苦了。其实，这次只有杨坚一人登上鬼崖，才探到这么多情报。哎，不分彼此。一个人，厉害啊！啊，哎，幸亏你平安归来，否则……哎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哎，没事，小伤而已。那你赶快去包扎一下，我赶紧去向大冢宰报告。好。下去。大冢宰，我们的细佐来消息了，还有长安的来信。
徐知信只有5000人呢。大总裁，出什么事了吗？长安要变天啊！近日，天王常密见6官府各官员。如今，天王的声威是日渐高涨啊！大总裁，天王威望再高，在您面前也如同蝼蚁，何惧之有啊？蝼蚁尚能撼动长城，更何况在天下人眼里，天王毕竟是天王。大总裁，你有何打算？速战速决，尽快回长安，穿越山脉进攻洛阳，打败齐军后，立刻回朝。是。禀大总宰，高将军有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大总宰，斥候探回来报，在洛阳山附近发现齐军约有5万兵力驻扎，若绕山脚道走，虽然耗时，但我军安全有保障。5万？对，绕山路走。正是。是谁打探回来的消息？是杨坚吧？让他过来。是。大总裁，您是如何知晓的？我军中有何人？难道我会不知？况且，他是隋国公的儿子。哎，无需太麻烦，不知情的误以为我折了手呢。李将军，杨坚，大总宰找你，随我来。肯定是你爬鬼崖探消息有功，大总宰这是要赏你啊！大总宰，人已带到。见过大总宰。起来吧。谢大总宰。在我军中，感觉可有意思？参军出征，保家卫国，乃是每个大周男儿应尽的责任。而我杨坚只是略尽绵力而已。恕杨坚愚钝，若有不妥之处，还请大总宰赐教。倒是会惺惺作态。堂堂隋国公府的大公子，你父亲是柱国大将军，你又怎会甘于做一个小小的斥候？国家征召，人人皆可报名。我初次参军，从小做起，无可厚非。更何况，父亲是父亲，我是我，我只想脚踏实地，凭自己的本事建功立业。不靠父亲庇护，有骨气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不过或许会死得更快。大总宰，您的意思是？齐军明明只有5000，你却探出5万，直穿山脉，明明可以直捣黄龙，你却说绕道而行安全，延误战机。罪责严重，你是愚蠢呢，还是诚心？事关重大，我怎能置数万将士的性命于不顾？在这里信口雌黄，我确实已经攀上了鬼崖。根据齐军的造数还有营帐数来推算，他们至少有5万人。推算？就凭你？我的消息来源比你可靠。若依你，大军在此耗上3、5个月，也难回长安。到那个时候，长安恐怕已
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？杨坚，我看你真是居心叵测。大战在即，不管大冢宰之前对我有何成见，请以大局为重。属下刚才所说句句属实。众斥候陪我一起查探，他们可以为我作证。我是主帅，就凭你也敢教训我？杨坚，你谎报军情，军法处置。来人，在。拖出去，杖打100。是。等等，大冢宰，杨坚经验尚浅，被齐军所迷惑，军情有误，虽有错，但罪不至杖罚100，这样会出人命的。再说了，现在正值用人之际啊！大冢宰，杨坚是我部下，他若有错，我也难逃其责。若大冢宰要杖罚他，我愿一同领罚。高炯，你父亲与隋国公向来交好，你与杨坚又是这般兄弟情深，有错同当。你们的父亲此刻在长安，定也沆瀣一气，共谋大事吧？大冢宰，我不知道您所指何意。大冢宰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此事与高将军无关。杨坚甘愿受罚。大冢宰，大军出发在即，处罚过重，恐乱军心。若是打出人命来，日后必惹来非议。不如从轻处罚，不知大冢宰意下如何？高炯，你用不着急于揽过。你若是错了，我一样军法处置。但这次犯错的是杨坚，不受罚，难以服众。但念他初犯，姑且从宽。拉出去，杖打20。是。高炯，你也退下吧。记住，管好你的部下。是，大冢宰。徐知信虚张声势，看来是忌惮我们。传令下去，做好准备。大军直穿山脉，乘其不备，出奇制胜。太子的病如何了？回天王，太子所得之病极为罕见，短期内虽不致命，但长久下去会慢慢损耗身体。臣也仅在医书中见过类似病症。既有记载，为何迟迟都治不好？回天王，医书中虽有记载病症，但却无治疗方法。况且只有寥寥数人患此病症，并无治愈先例，是极难医治的一种病啊。那依你之见，此病就无药可治了？臣等近几日已研制出几种药，只是从未试用过。如今太子身体尚弱，怕贸然用药会加重太子病情。臣等想找几位宫女、内侍或是死囚，让他们感染此症，为太子试药。不可，找人试药，虽为救人，稍有不慎也是害人。你们回去另想他法。臣等遵命。
王后。仙儿，别怕，母后在这儿陪你。风雪，问大雨滂沱的昨天，思念蜿蜒，幻化成劫，时光悄悄走笔飞烟。要不是几经寂寞。